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监测啊。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啊，有关这个血压监测，它到底，可能在咱们的复习考试中，大家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啊？因为，有关的这个血压监测的问题呢，像收缩压、舒张压、CVP 啊，我们叫中心静脉压。还有这个 PAWP 叫肺动脉歇压啊，这几个呢，其实是我们在医学基础中啊，就刚开始大家学习这种临床知识的时候啊，就已经学到了啊。那么后来呢，我想为什么会有些同学其实提出这些问题的同学啊，其实学习还真的是都是不错的啊，但是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一些基础的概念上啊，我发现可能大家呢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些基本概念没有搞清楚啊。那么他能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什么？其实这个同学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啊，但是呢，由于学习呢可能进度比较快啊，把一些这种概念性的东西呢，可能就是说有点直接的接受啊，但是呢，深入思考啊，这些欠缺一点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是重点啊，要把这个几个不同的指标啊，帮助大家给它搞清楚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常测的这些血压的监测指标是吧？收缩压、舒张压、CVP、PAWP，到底都是干什么的啊？它们有什么区别啊？它们的意义都是什么？正常值又是怎么样的啊？今天我们呢就来聊一聊这个。那么首先咱们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监测。常说的血压监测，我们 Vital Signs 啊，生命体征里边就提到 BP（Blood Pressure） 啊，这个 BP 啊，实际上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有几个基本点、基本的关键点。那么第一个，它测的是什么压啊？它测的是我们的动脉压啊，这个首先要知道啊，它测量的是我们动脉里边的压力啊，和静脉没有关系啊。那么第二个，这个压力呢又分为收缩压和舒张压两个部分啊。那么收缩压呢，也就是说我们常测的这个血压比较高的那个数值啊，写在前面的那个数值。那么舒张压呢，一般来讲就是写在那个斜杠后边那个比较低的数值啊，这叫做舒张压。那么再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它的测量方法啊，我们基本上认为有两大类啊，一类叫做无创的血压监测啊，一类呢叫做有创的血压监测啊。那么所谓无创，就是它不需要给你扎针啊，直接拿袖带绑在你的这个动脉外边，然后测量就可以了啊。我们像这个图上显示的两个部位啊，一个是就是肱动脉啊，上面这个左上角这个图测量的是肱动脉的血压啊，那么左下角这个图呢，它测量的是咱们腕部啊，实际上就是桡动脉啊这个血压。那么这就是两个不同的部位啊。当然呢，它用的现在都是电子血压计了啊，比较简单啊，不需要什么听诊器啊这些东西。但是咱们大家要知道这是什么呢？最正规的这种血压的测量啊，还是应该是用什么？manual 啊，就是手动的，用这种传统的水银柱这种血压计然后咱们医生护士拿着听诊器去测量啊。那么这个是最准确的，也就是说什么？有的时候由于病人血压可能过高或者过低啊，电子血压计会出现报错啊，就是 error， 它测不出来。那测不出来，不能说咱们就不会呀，对吧？你就没办法了，你不能这个血压空着啊，因为通常咱们需要测血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体征，尤其是当什么紧急情况下，病人可能出现一些意外，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血压是特别重要的指标啊。这个时候你电子血压计万一测不出来，比如说很低了，那拿这个手动的去测，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啊，这肯定不行。所以呢，我们这个用这种最基础的手段这种绑袖带、看水银柱啊，然后去听啊，第一声是什么时候，最后一声什么时候啊，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手动血压测量的方法啊。大家可以还是说有时间的话呢，要把它要搞清楚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实践啊，你多测几回就知道怎么测了。
那么右边这个两个图，甭管是右上角还是右下角的图，大家看它实际上都是监护仪了，是吧？它不仅有血压，它还有心率，对吧？还有这个血氧饱和度，是吧？那么这些还有呼吸次数哈。那么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呀？我们常说的叫做有创血压监测，在这种心电监护仪上面体现出来的啊。那么大家看，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看上面这个图哈，这个曲线是吧？这个曲线它后边指的对应的就是这个血压值。那么这个曲线是怎么出来的啊？它是我们一般是用什么桡动脉啊，里边扎一个针啊，这个针里边它当然它有一些肝素啊什么这种液体哈，连通以后呢，它把这个针和一个叫做压力传感器的东西联系起来啊，连接起来以后呢，把那个传感器就转化成什么？把压力信号转化成电信号啊，就在这个图上有这种波形的显示啊，这种叫做有创血压监测啊。下边这个也是哈，下边这个你看这第三个这个啊，这个就是血压的波形哈。那么它测出来血压是这个值呢，只要它是动脉有创血压的监测，基本上它是随时在改变的啊。血压不可能一直维持在一个数值哈，人的这个血压你可能它现在比如说上面这个图现在130/67啊，可能过了2分钟这就变成128/65了啊，再过了没准5分钟又变成这个131/69了啊，它在一定范围内会有一个波动啊，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那么在手术的时候啊，或者是一些重病人啊，在监护室 ICU 哈，我们通常会见到这种有创血压监测啊，因为它可以随时动态观察患者的这个血压的情况，而且是非常准确的。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有创的，那咱们只能用无创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袖带一直绑着，咱们这个也可以啊，用这个监护仪啊，比如说可以确定啊。每10分钟测量一次啊，每半小时测量一次，每多长时间咱们可以设定一个时间间隔，然后它就可以用这种无创的有间断的去测量血压。那么这也是说在条件受到限制的时候呢，我们不得已采取的这种这个监测的措施啊。那么下边这个图呢，我其实还是说希望是让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它这个图其实就是我们经典的测量血压的方式啊，拿这种水银柱啊，当然它水银柱可以改变成压力表啊。目前这个就是说最经典的一个测量方式，在肱动脉就是在咱们的上臂绑一个袖带，然后呢这个连接一个压力表。或者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用的水银柱那种最经典的这个血压计。那么同时呢，把这个听诊器医生的听诊器放在这个袖带，其实应该不能是塞在袖带下面经典的咱们说最正规的操作，这个听诊器是要放在袖带外边距离这个袖带可能有个1厘米、2厘米摸到这个肱动脉，放在肱动脉表面。那么咱们为什么说可以测量这个血压？实际上它的机理是什么呀？一开始我们都知道，测量血压的时候，你首先要拧紧这个开关，然后打气，是吧？捏这个球囊，哗哗一直捏。那么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是吧？你最好能了解这个病人的基础血压他血压基线是多少比如他血压正常范围基线平时都是130到140然后这个低压可能就是舒张压可能在80到90之间，那么咱们就可以知道你这个表就没有必要打到头，对吧？你就比它基线血压呢收缩压，比如说140，往上加个20毫米汞柱，这就比较合适当然你说有的病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没有任何参考那你就可能就得要打的压力值要偏高一些否则的话你可能测出来就不准确。或者说超出它这个范围，或者在它那个你打到比如说160，人家基线血压都收缩压180是吧？那你这肯定测的不准所以这种不知情的时候，咱们可能就得把这个压力要打到多一点超过200这对于大多数情况都可以了。那么打到最高的时候，然后咱们就开始拧松这个钮，开始让气体慢慢的释放出来，然后它的压力会慢慢下降。听到的第一声就是收缩压听到的噔噔噔听到最后一声那就是舒张压。那么它是什么原理？这个图实际上也给了我们一个解释，是吧？一开始我们打的压力特别高的时候，比如说
它基础血压140啊，基线血压收缩压140，然后咱们打到160，那肯定这个血管就被压闭了啊，压闭了以后你再听它也听不出声音来啊，因为它没有搏动啊。但是当咱们缓慢的释放这个气体以后呢，它的压力会慢慢减小，哎，终于到一个阶段，哎，血管开通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一声，第一声就是在血管刚刚开通的时候啊，这就是收缩压。那么当然收缩压它代表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咱们的心脏往外搏出的时候，这个力最大的那个点啊，能把这个血管刚刚打通的时候，这就是心脏收缩期压力最大的时候啊。这个咱们听到这就是收缩压。那么当然它逐渐是压力再减轻，就会变成什么？直到最终完全畅通。完全畅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听到就是咱们的最后一声啊，最后一声，再往后就听不见了啊，也就没有声音了。这是因为它的血管已经完全开通了，你就听不见啊。那么到这个临界值，实际上就是心脏压力那个，这属于舒张期啊，就是心室里边压力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它已经就是属于舒张期啊，主动脉瓣已经关闭了。那么它里边压力的形成是靠这个动脉回缩啊，动脉本身的张力回缩导致的压力，这就是舒张压啊。那么它就是最后一声啊，这就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叫做这个 Korotkoff sound 或者叫 Korotkoff 方法来测量血压啊，它的机制。收缩压和舒张压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说收缩压刚才提到过 SBP， 它是心脏往外泵血啊，把这个血打出去，然后让这个动脉扩张开。所以呢，就是刚才咱们说把那个血管刚刚发出第一声的时候那个压力，正常范围90到120毫米汞柱啊，这是咱们目前美国 AHA 啊它的标准。当然说 WHO 的标准目前还是90到140啊，就稍微提一下。这个如果这个收缩压升高，证明什么？要么是高血压了，要么有应激状态啊，它会导致它升高的。如果收缩压降低呢，通常意味着休克啊、心功能衰竭啊，是吧？那么再看舒张压啊，舒张压是什么？咱们刚才提到过，舒张压的形成实际上是什么？这个时候是主动脉瓣已经关闭了，是靠这个血管回缩啊，血管回缩的它的弹力、弹性啊，这就是舒张压。那么它的形成呢，主要是这种动脉回缩啊，心室舒张的时候，动脉回缩，正常压力60到80毫米汞柱啊，这也是按照美国 AHA 的标准啊。那么如果是 WHO 的标准呢 ，WHO 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还是60到90啊。那么它如果升高，也是意味着什么？血管收缩啊，收缩力比较强，通常其实意味着什么？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那么如果它降低呢，通常意味着什么？要么是这种感染、中毒性休克啊，或者是血管扩张。那么其实呢，也有同学会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我们哪个更严重，或者说更应该看哪个？一般来讲啊，如果收缩压升高，通常是最明显，大家也最容易发现的啊。那么当人到一定年龄以后，其实有一个正常生理状态的一个收缩压会升高啊。老年人他通常收缩压会升高的。那么我们发现一些高血压也好，或者一些什么脑血管病啊什么这些患者，通常最明显的就是收缩压升高啊。但是舒张压有它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呀？舒张压升高通常意味着这个病人可能比较严重啊。比如说你收缩压，咱们知道上限，比如说120，很多的病人收缩压已经达到160、180，但是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但是呢，舒张压咱们知道，如果是60到80，这个病人舒张压如果是100或者110的话，虽然长的数它没有像刚才咱们说是120到180收缩压那种变化，那是60毫米汞柱，对吧？病人可能没有什么表现。但如果说舒张压从80变到110，这才是往上涨了30，这可能就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可能有脑出血什么。舒张压的升高啊，它通常都是变化，就是这种变化的值可能没有收缩压变得那么高，但是它引起的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看中心静脉压啊，中心静脉压简称叫做 CVP 啊。它是什么叫中心静脉啊？首先咱们要知道，既然叫中心静脉压，它是一个静脉的压力，和刚才咱们说的 BP 就不一样了。Blood pressure 是动脉压
而这个 CVP 呢是静脉压啊，这系统都不一样啊，一个在动脉系统，一个在静脉系统。那什么是中心静脉啊？什么是中心静脉？大家应该听说过，有的时候我们叫什么 central line 是吧？中心线啊，或者其实指的就是中心静脉。那么中心静脉，我们一般说最核心的中心静脉，其实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啊，甚至说包括什么右心房起始的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下腔静脉、上腔静脉汇入右心房的这个地方是最经典的中心静脉压的部位。当然了，我们就是说你临床上我们测中心静脉压，一般不会说把这个压力这个管啊测压的装置说放到这个右心房去是吧？那个有点过度啊。一般我们就放在什么距离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交汇点啊，这个上下腔静脉和右心房的交汇这个地方，距离它不太远就行啊，而且是一个比较粗大的静脉就行。那么最合适的位置啊，当然就是颈内静脉啊。我们说，其实测这个颈内静脉这个位置就基本上是差不多了啊。那么或者说在锁骨下静脉啊这儿放一个输液这种管道的话，它测的压也基本就可以认为是等同于这个中心静脉压啊。那么再有，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股静脉啊，就是大腿这一块腹股沟那块的股静脉。这个咱们之前有一个课专门讲这个。ABG 动脉血气分析就提到过那个解剖，有的时候扎针稍微往这个偏了一点是吧？偏了一点，那么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呀？这个抽出这个血你得抽，它不是说血是顶出来，它是你得呼吸啊，它才能出来这个血，而且颜色没有那么红，这就是股静脉被意外穿刺到股静脉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说股静脉其实也是有的时候我们手术或者 ICU 它是一个很粗大的静脉，也可以用于输液补液那么股静脉的血压就是这个静脉压测出来，我们也可以认为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心静脉压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测这个中心静脉压那么最标准的测量方法，其实还是说要有一个压力传感器这个压力传感器呢，然后连接到你的这个显示器上，它就直接能出数值，可以读数。我们说这个压力传感器的位置就是像这个就是这个有一个传感器，这个位置它放在哪儿比较好放在哪儿呢？放在这个叫做腋中线第4肋间的位置腋中线就是腋窝这一块，有腋前线，有腋中线，有腋后线，放在腋中线第4肋间，我们要摸肋骨1、2、3、4，比如说是在这儿，那放在这儿那么直接出数值这是比较经典。那你说对体位有没有要求那我什么抬高一点这个再高一点当然一般来讲呢，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你只要是这个传感器位置没变，其实你这个体位稍微变化一些，影响不大但是你说我坐直了，或者是站起来那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如果说只是一个什么 high Fowler 这个 Fowler 体位或者 semi Fowler 是吧？就是抬高个45度或者30度，这个其实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用简易的测量方法就是拿一个输液器，大家看这儿有个输液器了其实它也连着一个，当然它的什么有仪表，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就不用这个，因为有很多的术后的患者，其实他带着一个中心静脉置管，然后外边连个输液器，上面有输液但是呢，当他出现某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很快速的简便的办法这个病人他可能没有连着这个什么传感器有出数，但是你比如在病房，很多的病人并不一定非得需要有这个随时监护是吧？中心静脉压，那么很多病人相对平稳，但是呢，他这个管还在还输着液呢。这个时候其实只要把这个输液器拔下来和大气连通然后你就看这上面的水柱走，它会往下慢慢走，走到哪儿停住了。其实这个就是中心静脉压，你量一下这个垂直高度它和右心房这个比如说水平面现在到这儿就不动了，你从这个水平面到右心房的水平量一下是几个厘米水柱比如说3个厘米水柱，那可能有点偏低了；比如说是30个厘米水柱，那明显是高了这是个简易的方法。
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反映的是我们右心的这种里边的压力哈，所以呢是由于什么上腔静脉右心房的压力，那么正常值是2到6毫米汞柱，或者其实我们用的这个4到10厘米水柱是比较多啊，因为它好测量啊。你测的时候其实是拿输液器什么这种液体水平面是最直观的反应，它不，你要说你拿什么毫米汞柱去量，是吧？这个东西就才2个毫米汞柱，你这测起来你这个准确程度有多少啊？其实厘米水柱这个我觉得更清楚哈。这个如果 CVP 上升意味着什么？你这个右心房里压力那么高，肯定是右心衰了啊，容量太多了。当然，如果你 CVP 下降呢，通常意味着什么？回心血量减少啊，低血容量啊，一般比如说脱水啊或者出血这种情况，需要不需要补液啊？看 CVP 其实非常明确啊 ，CVP 低肯定需要补液啊 ，CVP 如果高，你补液就要慎重啊。那再问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为负值啊 ？CVP 是负的啊，其实这个在临床上是可以见到的啊。但是你说这个静脉压是负的，其实首先那它还有压力吗？有压力啊，不是说绝对的负值。它出现的负值其实是相对于大气压的这种负值，就是比大气压低了多少啊？低了1个厘米水柱，低了2个厘米水柱，并不是说里边就彻底的连压力都没有，是吧？那么这个负值通常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啊，这个脱水太严重了啊，这种循环这种前负荷太低了啊，需要尽快的补液啊。好，最后呢，我们看看这个肺动脉泄压 PAWP， 这个也是最复杂的啊，大家可能在考试里边遇到最不理解的可能就是这个啊，因为什么？这个首先呢，用的没有像刚才那几个那么多啊，它一般用于什么都是很重的病人啊，可能需要测这个。另外呢，这个是个有创操作，而且这个有创操作还比较复杂啊，不是说很简单啊。你不像那个中心静脉那个是那么简单，它这里边还带个球囊，还带个漂浮导管啊，Swan-Ganz 导管，所以这个东西就用的其实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呢，考试里边可能会出现哈。那么它其实也是要放一个导管经过腔静脉，但是这个导管要放在哪儿啊？其实要放在肺动脉的一个小血管里边。那么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这个管长什么样哈，有很多，你看大家看有好多腔是吧？然后后边又有球囊，又有注射器连接的，能这打这个各种液体啊，包括能打球囊的。那么远端其实最关键的，我们就是要看这个球囊哈，当然它有个开口。这个球囊是干什么？其实叫做漂浮导管，靠着这个球囊打起来，最后靠这个球囊把肺动脉的某一个小血管给堵住啊。这个示意图画的其实就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是右心房，这是右心室啊。那么它这个导管从这个上下腔静脉进来，进入右心房，进入右心室啊，但中间通过了3件半，经过右心室以后呢，又通过什么？这个肺动脉瓣啊，进入到肺动脉啊，进入到肺动脉其中某一个分支，把球囊打起来啊。这个时候测量的就是肺动脉泄压。这大家你看啊，把球囊打起来以后，相当于右心的这个血蹦到这儿就传不到里边了啊，它传不到里边了。但是这个压力传感器传的是里边的啊，这个传感器传的是里边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大家想一想，肺动脉当然远端就连到了肺，是吧？远端连到了肺啊，肺的毛血管是没有瓣膜结构的，那么它这一块的压力其实就可以反映什么？肺的毛血管的压力。那么这个肺的毛血管的压力其实又间接的反映了什么呀？实际上间接的反映了左心房的压力啊。实际上这就是通过这个导管把这球囊一打啊，相当于这你虽然是在右心的系统里边，但是你测出来是左心房的压力啊。当然，如果它是在又是在一个特殊的期，比如说是舒张期啊，左心室的舒张期的时候，那么2件半又打开了，那么这个压力其实又可以反映什么？左心室的压力啊。所以这个它的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大家倒也不一定说把它了解的掌握的这么详细，但是你了解一下这个它的测量的方法呢，对于咱们理解和记忆它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么你看哈，比如说这个导管咱们放的过程
啊，在这下边就分成几个步骤，放到这一步的时候，这测的是什么？是右心房的压力。那么再往下，经过3年半以后，到了右心室，这测的是什么？就是右心室的压力了。那么再经过什么肺动脉瓣进入肺动脉的时候，这儿测的是什么？叫做肺动脉压，对吧？肺动脉压。那么当然，当它最终打起球囊以后，测的就是肺动脉泄压。所以我们说是它是怎么形成的？肺动脉泄压是球囊阻断肺动脉分支以后测得的，间接反映左心房的压力，而且左心房的压力就约等于左心室的舒张末期压力啊，叫做 LVEDP。那么它的正常值呢是6到12毫米汞柱啊。那么如果它升高，就意味着什么？左心衰，对吧？它因为它间接的反映了左心室的压力，左心室压力一高呢，肯定是左心衰，对吧？那么如果它下降呢，意味着通常是什么？低血容量啊，低血容量。那么肺水肿啊，是不是心源性的就看它哈。那么如果是心源性的啊，肺水肿啊，那么这个就会怎么样？升高。如果不是心源性的肺水肿啊，比如说是由于慢阻肺啊引起的，那它可能就是正常的。我们下面看几个题哈。第一个说，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双肺失录音啊，大家看这个值明显升高了是吧？典型的左心衰表现，对吧？这是 C 啊。这个再看第二个，现在一看血压低啊，88/54，然后 CVP 1啊，1咱们知道那个正常值是2是吧？这个它呢明显的是这个低血压是吧 ？CVP 也下降，然后血压也低，所以这肯定是一个什么？血容量不足啊！你利尿肯定不对，限制液体不对，快速静脉补液是对的，血管扩张剂肯定不对啊！你血压都低了，你再扩张血管更低了，所以选 C 哈。至于说它下边这些解析呢，我觉得可以参考啊。但是我刚才给大家的解释啊，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咱们在这种 NCLEX 考试啊解题的思路上啊，要尽可能的叫做直接啊，就是很迅速、很直接的去解题啊。你一开始理解它的什么每一个细节的步骤是咱们学习的时候啊，你理解清晰，但是在做题的时候啊，直接抓住关键点去解题啊。我们再看第3个题哈，说患者 CVP 14啊，首先这就是什么 ？CVP 这么高是吗？那肯定是什么？考虑右心衰啊。PCWP 等于10啊，这个是什么？也高了吧？也高了，所以这个基本上啊，不是这个是正常值哈，我刚才说错，这是个正常值，所以这个是什么呀？左心没问题啊，这个是什么 ？CVP 高了，右心衰啊，这只有这一个是吧？然后看这个题目4哈，说失血性休克啊，最可能出现是什么？一说失血性休克，你肯定血压会下降啊，你不可能越失血血压越高啊，是吧？所以 A、B 啊，看这俩。那么看 CVP， 你失血性休克，你怎么可能 CVP 还上升啊，是吧？除非你还同时伴有右心衰，这就不大合理。那如果收缩压下降 ，CVP 下降，典型的失血性休克啊。那么 PCWP 也下降啊，典型的失血性休克，所以选 B 啊。那么最后呢，我想呢还是说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哈。CVP 低，首先想到补液啊，这就是很直接的啊。如果它高，加呼吸困难、左心衰啊，要利尿，肺水肿加上它正常，那就是 ARDS 啊，这就非常直接的啊。大家见到这个想到它，见到这个想到它。那么见到肺水肿啊，而且又是个 PCWP 正常的肺水肿啊 ，PAWP 啊，这个就想到 ARDS 啊。好，最后呢，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